二位来得正好，把后窗都定好了。回头我用魂托术再跑了，你们怎么跟刺史交代呀？您说笑了，曹公要是想跑，谁能拦得住啊？再说了，你根本就不是凶手。曹仲达，曹孝已招供。我的孩子们全让老夫给害了。孩子虽有罪，却也都是为您着想。傻丫头看着聪明，其实就是糊涂。我又不是傻子，早就看出来多宝不是曹家的血脉了。可那是一个好孩子，而且极像我的第一个孩子。第一个孩子？我的第一个妻子叫司徒梅，是司徒大班班主的女儿。我们是一见钟情，相约白头到老。第2年，她便为我生了一个儿子。可惜呀，那年范阳大疫，娘儿俩都弃我而去了。罗某正是范阳人士，那场大疫我知道。我侥幸活了下来，心灰意冷，才回了沙州，娶妻，生了3个女儿，后娶叶来，得了多宝。可多宝1岁那年，得了风寒，差一点死喽。我日夜在佛前祈祷，突然有一天，我就梦见我的第一个大儿子从天而降，和多宝合二为一。你说这孩子他就奇迹般的活下来了啊！丁茂处心积虑，叶来魂不守舍，他们的阴谋我早就看出来了。可这与孩子何干？面上看，我是对他严厉，我不喜欢他做哑人。可说心里话，就这孩子，他就像我，最像我。所以曹公从未下毒，那你又是怎么知道使多宝中毒的是那苏珊呢？这不就是昨日午后？爹别打我！谁说要打你了？爹今晚回来吃饭吗？沙州来了贵客，刺史设宴，爹得去作陪。那爹少喝点酒，早点回来呗。有事儿啊？今天又赚到钱了，请爹吃苏珊，给爹拜寿。二位仁兄，小小年幼无知，给他一条活路吧，把这杀人的罪名放在老夫头上。老夫已枉活60春秋，早就够了，不想活了。可这孩子还小，老夫求你们了。快请起。曹公啊，曹孝虽做了周密的计划，但在行凶的那一刻，善念战胜了恶念。毒害多宝的另有其人，不是笑笑？不是。那是谁？谁毒害了多宝这孩子？师傅这一计真是妙啊！仅凭一个诈字，就让曹仲达和曹孝都说了实话。你师傅是想在2人之间诈出真凶，可没想到这曹家就这么几个人，仆人们多感恩曹公厚德，多宝又对大家极好，更不可能下毒了。完了，把2位嫡公弟子难住了。嫡公弟子，
赛赛好像提到过狄公。喜君、薛华，当时我们3个都在场。赛赛说的是狄公弟子厉害，还是狄公弟子不好惹？我二姨是个笨蛋，连狄仁杰是谁都不知道。我可知道，我娘说过狄公可厉害了，他的弟子肯定不好惹。卢县尉，你有本事，可一定要为我夺宝艾灸报仇啊！好像都说了。对，我记得他说的是，狄公厉害，他的弟子肯定不好惹。苏明，在赛赛的描述中，这句话是他娘曹英说的。没想到啊，没想到，你卢凌风如今如此机警细致，居然能从孩子的一句话中听出此案的端倪。哎，等会儿，我怎么什么都没听明白呀？我也没听明白，苏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句话不像是母亲对孩子说的，应该是曹英对李赤说的，恰好被孩子听见。而李赤说，他离开千德堂，直接回家，倒头就睡，寅时被噩梦惊醒，提刀便走。他根本就没跟妻子说过夜宴之上有2位狄公弟子啊！而且，曹英和李治的证词高度重合，这说明从一开始就串供了。师傅，那下毒的到底是曹英还是李治啊？现在还不知道。时间不早了，赛赛一个人睡觉会害怕的。喜君，你去陪他。好，等会儿，我这儿还有个事儿，不知道算不算线索？说来听听。曹英已有身孕，啊？你确定？虽未搭脉，肯定错不了。罗凌风，你看这一页。你们来干什么？你这日子过得不错呀，一早就有酒有肉。哼，那是。我做过多年的司法参军，这沙州狱中的兄弟们还是会关照我。我已写好悔恨书，转成了刺史。本参军无罪。这牢里的饭也吃不了几日了。假意刺杀曹公，进而躲到狱里来，你真以为躲得掉吗？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你打错算盘了。曹英不是告诉过你吗？狄公弟子不好惹，还不认罪，等着用刑吗？你这娃娃吓唬谁呢？
你们不是沙州官员，别在这管闲事儿了。何止不是沙州官员，本姑娘从小行走江湖，嫉恶如仇，关下的规矩，我从来不认。卢县尉、薛环，请二位回避一下。你干什么？来人！李赤，你难道没有发现吗？这沙州狱里，你所谓的兄弟们，早就被刺史调走了。樱桃姐，别累着你，要不我来？去，你樱桃姐好久没打人了，手痒得很。就这柜子，打开。哎，哎，那个装毒药的小瓶儿怎么没了呢？还真是没了。这个柜子除了你以外，还有谁有钥匙？这柜子就2把钥匙，另一把在李参军手上。李赤，啊，他在州械里有单独理事或休息的地方吗？刺史，就是这个瓶子。他真能干出这种事来？禀刺史，此贼人已招供，这是供词。张刺史，我冤枉，我是被他们屈打成招啊！曹家长女曹茵见过刺史。娘子来得正好，娘子可为我作证啊！我想看看证词。李赤所供，字字皆实，请刺史严惩。啊，娘子！小女曹茵包庇李赤，做了伪证，对不起父亲的教诲，对不起赛赛和我腹中的孩子，更对不起阿弟多宝，请刺史治罪。大胆李赤，你身为大唐官员，为了家产谋杀内弟，你这个败类，等着掉脑袋吧！娘子，娘子救我！娘子救我呀！曹公藻，苏先生果然是个高人，在老夫的遗嘱中都能看出端倪。李赤是司法参军，想让他招供，没那么容易，需要一些非常手段，可能还需曹公亲自出马。曹茵那孩子从小就太要强了，老夫啊，真不忍心再看他伤心。爹，您这是要带我们去哪儿啊？到那儿你就知道了。去叫娘！哎，别跑，别跑！伯伯这儿有糖，来来来。爹，这是谁的家？赛赛，去问问他们的爹是谁。你们的爹是谁？李赤。娘，这2个小孩的爹也叫李赤，肯定是跟我爹重名了。
赛赛，我这儿有你爹的画像，是姐姐画的，你看像不像？像，这是我爹。有人给我爹的画像，我爹的像。现在你明白爹为什么在遗嘱上只给你留了1成家产。李赤早有了外室，爹怕话家葬之后。爹，您别说了，我都明白了。可爹有一件事不明白：毒害多宝，是你干的吗？爹，现在没有外人，跟爹说实话，若真是你干的，爹替你顶罪。爹，我没有。毒杀阿弟是李赤所为，虽为司法参军，他却甚是胆小，而且他有说梦话的毛病。那日他下毒之后，多宝，你的魂儿可别找我，找他去，找你爹去，谁让他不公平？娘子，娘子！哎呀，你干什么？你对多宝都做了什么？你这个杀人犯！你这个杀人犯！你是不是？我做的这一切，还不是为了赛赛和你肚子里的儿子吗？我李赤入赘一个商人之家，却只得1成家产。我今天所做的一切，都是被曹仲达给逼的。你疯了！我恨当时没能自刎而死，我也实在是不敢死。赛赛还小，我腹中的胎儿也不过2个月，我若死了，怕就是3条人命啊！李赤虽可恨，可他毕竟是2个孩子的父亲，我就给他出了主意。你不是说来了2位嫡公弟子？你难道不知道嫡公有多厉害？嫡公弟子肯定不好惹。那怕什么？我是司法参军。可你是曹家的人，命案需要回避。万一张和请那2位嫡公弟子，你怎么办？这我怎么没想到啊？而这个时候，赛赛已经被你们吵醒了。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却清晰地听到了嫡公和嫡公弟子。对，昨天早上我给孩子梳头的时候，他问我嫡公是谁，我就知道被他听到了。嫡公弟子果然了不起，我自认为出的主意已算精妙，没想到孩子的一句话竟成了破绽。都怪你出的破主意，若老子还是司法参军，怎会落得这般下场？我杀了你！你个
畜生！二位，请用。来，哎，钱，何某不能要。多谢苏先生为曹公洗清罪名。那今日就算何老板请客喽。当然。我还得多谢你为我提供了重要线索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哎呀，他提供了什么线索啊？李赤离席后，又让何老板给他做了一个苏珊，说是要带回家给女儿吃。可赛赛根本不吃苏珊。姐姐，我不吃苏珊。不喜欢？去年吃过一次，后来闹了肚子，娘就不再让我吃了。漏洞就在这里。这个李赤真是可恶，竟借着曹公的旗号，骗多宝吃下那带毒的苏珊。姐夫。你怎么？丈人在千德堂请客，何可可给做的苏珊，丈人惦记阿弟，专门让我送一个给你。啊？你这儿怎么也有一个？来来来，吃你爹给的这个。那姐夫，这是我留给我爹的，我在等他回来。啊，今天来的几位客人跟你爹相聚甚欢，酒可是没少喝。估计是回不来了。要不这样，我把你的一片孝心给送过去。那好吧。哎，姐夫，这个苏珊的颜色有点不太对啊。啊，是何可可新研制的一种调料，有些药香。远道而来的客人都很喜欢，所以你爹才让我专门送过来给你尝尝嘛。哦，那就多谢李三军了。对了，昨夜你在多宝的那卷书里发现了什么？多宝的那本红皮书里记了一个发生在沙州的真实命案。2个兄弟为争夺家产打了起来，结果双双中毒而亡。致命的毒物就是那红景乌头，下毒的是那俩兄弟的继母。这个案子就是李赤探破的。多宝的书中记载，李赤在那俩兄弟的继母房中搜出了红脖子，并将证物保留在州械，还时不时地拿出来向来访者炫耀。这么说来，探破此诡案的，也可以说是被害者多宝本人了。是啊，多好的孩子，太让人惋惜了。我思来想去，曹英给李赤出的主意，其实真的很高明。在死者被发现前，先将自己暴露，以一个小罪名，隐藏于捕贼官的视线之外。真是好悬啊！差点让曹公给这个败类顶了罪。多宝真是个好孩子，我大唐的孩子，不能白白的这样死去。卢县尉，给你带了苏珊。多谢，回来再吃。苏敏，随我去见张刺史。好。
惭愧呀！张皇，当雷厉风行，借曹多宝之死，制止此陋习。曹公，小郎君这番肺腑之言，可否请曹公念给大家听听？花家藏10000年之历史。多宝信其俗于诞生之初，自是有其因。花家者心念后生，而留家族希望于子女，自负坟茔，值得尊敬。而如今大唐盛世，我民丰衣足食，此习俗之不能被废除，该因家族迂腐而公谢坐视此事也。我曹多宝在此发誓，待父归西，即刻告示，自弃家产，与吴家族决裂。纵使被责背逆于祖宗，亦当如此耳。无意用此一生相抗，直至花甲藏这个杀人之旧习被彻底废除。听孩子的这番话，你们不惭愧吗？身为刺史，若不能废除此陋习，张皇愧对沙州百姓。这是我们敦煌最有名的景观莫高窟。300年前，有一僧人月尊行至于此，见对面香薇山上金光万道，犹如千佛静坐，于是便在这鸣沙山上开凿了第1个洞窟。洞窟里面有雕塑、壁画，皆精美绝伦。哎，你小小年纪怎么懂得这么多啊？我都是跟我阿舅这点家乡志上学的。我阿舅有2大愿望，第一个是废除花甲藏，已经实现了；第2个是要把敦煌之美介绍给全天下的旅人，我要替他实现。师傅，苏先生，快醒醒！康国使团已到，张刺史让我们赶紧去呢。天天在城门口等着盼着，他们也不来。昨夜曹公设宴，多喝了点，多睡了会儿，他们倒来了。朝廷有命，使团一到即刻启程。你们赶紧收拾东西。宋明，随我去城门口迎接。好。见过刺史。康国使团呢？已经走了。啊？咋走了？不是说要去长安吗？使团由康国4王子带队，半路接到急报，说国王病危，命王子速速赶回康国。这不，就派了几个人到沙州，把这进贡的18箱金桃留下，也是掉头就走。接下来就要有劳卢县尉了。
这是康国国书，还请卢县尉收好。卢县尉需要多少人马护送贡品入京？您尽管说，我派兵便是。既然就这18个箱子，无需派兵护送，卢某一行6人可以胜任。应当可以。昨天喝多了。哎呀，我也是，你我皆被曹公感染，欲罢不能啊！曹公捐出了全部家产，1半用于完善莫高窟，既弘扬了佛法，又能使那些精美的雕塑、壁画更好地流传后世。而另1半，曹公居然把它全部分给了沙州穷苦百姓，真让人佩服。一个商人尚能爱民如此，真让卢凌风自愧不如啊！哎，你的路不是还长着呢吗？说说，此次西行有何感触啊？西部广袤，商旅繁荣，风物奇异，我见识到许多前所未见的人与事。下南州时，我只意识到，除了长安、洛阳的繁华之外，还有很多凋敝之处，百姓生活的无比艰苦。而此番西行，我则看清，造成民生疾苦的重要原因，正是来自宫廷无休止的争斗和流血。看似发生在宫城里的一切，却实则影响着千里之外的大唐百姓。哎呀，也许你很快就要见证一场你死我活的厮杀。你出身范阳卢氏，是最尊贵的5姓7家，且又文武双全，少年得志。你曾是这王朝运气最好之人，而如今却成了整个王朝最艰难的人。此次回长安，在天子和公主之间，你要被迫选择站在谁的身旁？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是啊，你也是整个王朝最倒霉之人。我倒霉的是遇上了你啊！大漠苍苍，天高云阔，你为何要提醒我去想那些为难自己的事儿啊？我们就要回长安了，长安在诸君心中是什么样的存在啊？我生在长安，长在长安，长安就是我的家。我在长安遇到了小姐，又在长安遇见了师傅，长安改变了我的命运。我在长安辉煌过，也曾在长安落魄过。长安既属于我，又不属于我。苏明，你呢？长安花团锦簇，亦深幽难测。天子把我逐出长安，可没说不让我回去啊。这回我要好好吹吹长安的风，赏赏长安的月，喝喝长安的酒，吃吃长安的馍。哎，樱桃，你呢？陪苏无名在长安，吹风、赏月、喝酒、吃馍。哎，苏无名，回长安赶紧把喜事办了吧，这事儿不能再耽误了。卢凌风何在？在。长安在你心里是何等存在啊？
长安是大唐的骄傲，也是所有唐人的骄傲。我曾为禁武卫中郎将，日夜巡抚，保卫长安太平；也曾为大理寺少卿，探破诡案，还长安安宁。此番西行，我想过会埋骨他乡，只能梦回长安。而今天赐有诏，再回长安，我卢凌风必为大唐江山社稷奋力一搏。好一个奋力一搏！为兄与你一起共搏之。黄沙卷，金甲穿，烽火连城，横刀了却狼烟。心如水，志如磐，待回首天涯远。随我夕阳，行几万里河山。卢凌风不日即将入京。杨内侍，他不是不该活在世上了吗？放心，我们兄弟二人是最好的列命郎君，从未失手。文书我看完了，若不取回卢凌风的性命，便送上我二人的脑袋。最好的列命郎君都丢了脑袋，这个卢凌风不可小觑。要不交给我，我准保让他进不了长安。此时已错过了杀他的时机。正好，也许他回到长安，会将眼前这滩死水搅活了。苏明和卢凌风一起回来了，他还活着？是。务必除掉画中之人。是，定不辱命。是我大意了，竟让他活到了今天。未来宰相之位，我能不能坐稳？怕是有人要跟我争了。自陛下登基以来，公主那边的力量不但没有削减，反而更加强大。太上皇常在太极殿接见群臣，凡事必与公主商议。爱卿说这些是何意？恕微臣斗胆。陛下若想创造一个盛世，有些事需要提前做准备了。陆统，你可是一向谨慎。正因为微臣是谨慎之人，才要劝陛下早做决断，不然公主府那边定将掀起惊涛骇浪。危言耸听了。这个月给北门四军，特别是左右万骑的礼物送了没有？陛下放心，准备好的礼物都已送光。继续送，把先前东宫里的好东西都拿出来，不要舍不得。是，陛下。从7品到4品，一下子提拔5个人。公主，
您必须进行干预，不能让天子轻易成功啊！不用管。卢凌风还有几日到长安呢？据手下来报，人已经到了奉天县，应该这几日就到了。只是不知天子以押送金桃的借口，把卢凌风召回京师，缘由何在啊？管他呢！我想卢凌风了。天子，这不是成人之美吗？公主，在成佛寺，他叫的那声娘，很多人都听到了。那又如何？我从来没有刻意回避过和卢凌风的关系。岑挚，你说现在的长安是谁的长安？当然是公主的。长安永远在您的脚下。这长安城恐怕又要下雨了。无法乱，斧头案，马鸣萧萧，彩云散。功名事，惹人烦。千重渡过万重山。一桥弯，冷月暖，西出阳关路漫漫。为君一死生难，胡杨琵琶念长安。银河百丈，星辰闪烁，故园半亩花开花又落。临风一世，无名白首，赤子心，破苍穹。黄沙卷，金甲穿，烽火连城，横刀了却狼烟。心如水，志如磐，待回首天涯远。随我夕阳，行迹万里河山。与谁同坐明月清风？你我。爱情。